我们今天切的这个是菲力，终于进阶到最高级的肉了。中间这一段它这边比较细，然后中间这一段呢就夏多布里昂，整只牛里面单价最贵的，油花都很细致。奥和的这个油花真的也不错。我们现在弄的就是真菲力，菲力很吃烤肉技术哦。夏多布里昂它真的就有一个专属的味道，谁那么会烤啊？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微微之旅。今天呢，我们来切牛肉。我们今天切的这个是菲力，终于进阶到最高级的肉了。菲力，它应该算是台湾单价最高的肉吧？那我们这里感谢广元商贸赞助这块肉，让我们可以拍菲力的切块的方式来给大家看。应该是修切。你有吃过菲力吧？不记得，你只记得好吃跟不好吃。不要乱弄，这块很贵，弄这条。今天刚好有天所真情的柳刃可以来切，那我们就来切切看。那一样，我们从旁边这边，对，我们要打开来切，戳个小洞，让空气跑进去，然后把它捏起来。为什么要先让空气进去？这样才不会贴得紧紧的，你就不会划到肉啊。然后因为菲力啊，它是一个理论上它是一个赤身肉，肌红蛋白跑出来就也会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可能在开封的时候就要把它吸一下。今天这块菲力的状况很好，很肥。它算是一块很油的菲力了。通常啊，澳洲和牛的菲力呢，会跟美牛差不多，都比较偏瘦。日本和牛的菲力的话呢，油脂通常会相对多，通常。那我们今天这个应该是比较高等级的啦 ，M89等级的。那菲力其实你可以看血水啊，就是我们把这外面的肉汁擦一擦，因为大家觉得那是血啊，可是牛啊，它在屠宰的时候它就已经放血完全，所以这个不是血。这个就是肌红蛋白，就是肉汁啊，失水的肉。然后一只牛这么大头，对，可是它就只有2条这样子的菲力。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是一块不活动的肉，所以菲力其实非常的贵，就是因为它不活动，所以很嫩，基本上很难搞砸一块菲力。理论上。你们看我怕你要接什么话，我害怕。对，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一块肉啦。然后菲力呢，我们通常会把它先拉长，然后大家可以看这边有一个菲力头段，对，我是叫头段，有人说这边的头段无所谓啊。菲力看起来有点就是像一只蝌蚪，有吗？对，然后这是尾，随便你怎么定义啊 ，OK 就好。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这样子分开的地方，中间这一段它这边比较细，然后中间这一段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夏多布里昂。其实有些人觉得它大概只有这样子，那有些人觉得这样都是夏多布里昂。那在台湾呢，可能没有，我没有说。反正就是我认为夏多布里昂就大概差不多这样子，就菲力的中段这边，那这边就是尾巴，这边就是头。那所以呢，夏多布里昂之所以很贵呢，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限量的一个部位，就这样子。对，那你看就只有这样了，那切个1块、2块，或者3块就没了，所以它就是会贵在这边，而且这一条的单价是高的。没有啦，看等级啊，看品牌不一定，反正它就是整只牛里面单价最贵的。大概都要2、3千块、3、4千块、4、5千块1公斤，这样。对，你就知道你在摸什么很贵的东西，别乱摸。那我们就来修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今天用田所真情的这把刀那通常我会把这个头段这边先拿下来，因为其实菲力啊，它是一个很瘦的肉，所以你看它其实这边是很松散的一个，看它肌肉纤维虽然看起来很粗，可它其实吃起来超嫩。对，那因为这个拆的有点粗鲁，有一些刀痕，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尖旁边这边把它拆下来，因为这边就是一些筋膜粘在一起而已，所以其实很好拆。看了那么久，你有变得会修肉了吗？没有，这个要吗？好，给你。哇，理论上呢，菲力的脂肪我不太会留，因为它算是一个比较在腹腔内的肉，所以它会有一点点味道，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把它留下来那个油。每个人拆头段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主要是照着这个纤维去走，就会希望把这个尖尖的也拆下来。这把刀真的很利耶，我通常都是用金银在修切这个部位。那这个头段我们先放这边，我们等一下再修它。然后这个地方呢，就通常啦，如果不是像奥和修那么干净的话，它会有一层比较厚的筋膜在上面。那我们就把这些筋膜给修起来。那你要注意的是呢，这个筋膜有时候会砍到肉里面去，因为如果你把肉也拿掉的话，就比较不 OK。然后这个夏多布里昂这边有时候会有个侧裙，对，那就看你要不要把它修起来。你看，我们终于在修真的菲力了，有点感动的感觉。我们以前拍了那么多只假菲力了。终于我们等到了真的菲力，只是你不觉得这根跟鲤鱼管现在看起来很像吗？用不习惯的刀子修实在是有点尴尬。那个是新买的？没有，这个是人家借我的，我也希望我买得起。加我们频道会员，让买一把田所真情来，
我们就把这边的筋膜都修一修。那这个地方有些人很懒得修，就会直接就是把它留下来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就是尽量修一修啦，这个多余的脂肪，或是你想把这个侧裙拿下来也可以。我现在修的是比较粗的筋膜，看起来比较明显的。那像这边啊，你看这边有这种比较透明的这种筋膜，理论上你在做烧肉片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口感，可是做牛排就还好。然后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筋膜都拿掉的话，菲力这块肉就会开始散开来，所以我通常会觉得这边先不要切它，我会先修其他比较大的地方，像这边有一块油啊。菲力的油通常有时候会带一点，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内脏味，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就跟那个哈拉米，就是内裙外裙这些的，它的油的味道有点一样，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通常尾段大家就不会修那么认真了啦，就直接拿去做汉堡。但这个油就是散散的，就你一拿就起来。所以菲力这块肉我们通常都会有，它多少会有一点点内脏的味道啊，因为它毕竟在腹腔内，对，它吃起来又是有点无聊清澈的味道，所以通常会需要一点点技术让它变得好吃。这把刀真的切起来很爽。然后我们现在就思考说这个侧裙要不要拿，可是我觉得拿了有点可惜，因为这块油花还蛮漂亮的。那我们就先把我们要吃的夏多布里昂拿下来。我们刚刚说夏多布里昂是在这个中段这边，那差不多我会从这边切掉它。奥和的这个油花真的也不错，切一块厚切的牛排。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思考说你旁边这个油要不要消掉。对，我们就可以把它就稍微就是再修切一下。可是看起来好好吃哦，可恶！切个夏多布里昂的厚切，我理论上我觉得它应该不用刻画。然后看这样子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时候再把它修掉就好了，你就不用去慢慢去找。然后我们再切个中段一点的夏多布里昂，其实都蛮漂亮的。然后夏多布里昂的烧肉片，油花都很细致，夏多布里昂就差不多到这里啦。你都还是可以称它夏多布里昂，因为这个我觉得就看个人的状况，有些人会切到这边都还觉得它是夏多布里昂，不过夏多布里昂都就是讲比较厚的地方。你有标准答案吗？没有，每一只牛可能长得不太一样。那像这个你看起来就长得不太一样了，跟这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比起来，它们是不是就长得有点不一样？所以这边我们就不会就是拿去做别的东西，那就是可能在日本的烧肉店就会叫它菲力，就不是算在夏多布里昂，可是它一样会卖蛮贵的。这把刀切起来真的蛮爽的。你买错？没有，这个不算新，这有磨过，是包丁老板磨过的，就不用刻花了吧？我在想。然后这个不是夏多布里昂，这是厚切的夏多布里昂。这个头段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修一修，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卖菲力它的耗损很大？这个头段我们通常就不会拿来当，我就会拿来切成炒肉片啊之类的。那就是把这个筋膜表面的筋膜都拿掉。你也觉得这个油脂的味道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真情做拿来切肉真的蛮爽的。跟老板娘申请一把好不好？我不是她亲生的，她可能会杀我。我也不是他亲生的。你不是她亲生的，那你哪里来的？你真的以为你石头蹦出来的？我妈妈哦。不然呢？你以为是包丁老板哦？你也不会是包丁老板生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筋膜修掉之后呢，其实它也很好吃，所以它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它风味也还不错。但它没有像夏多布里昂这么高级啊。不过奥和的问题就是奥和的菲力会比日和的稍微小一点，这个地方这边有个筋膜在，这边有个很粗的筋膜，很不好找出来。像这样子把它拿掉，我反面的拿真的是讨厌。这个筋我们就尽量把它拿掉。我通常这一块啊头段可以拿去做炒肉片啊，去做那个汉堡排之类的，就可以再削你一笔这样。对，理论上还是菲力，可是它已经不是那一块肉了。这个筋膜我们把它拿掉。这把刀太利了，筋膜容易切断。我们可以切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看它就比起这个瘦很多啊，相较起来就瘦超多的。我们就切2块烧肉片意思一下，大家吃吃看，比较不好吃的菲力。那这个啊比较不漂亮的这种地方呢，通常就会拿来切，是不是炒肉片啊之类的炒肉片，因为这个炒起来超好吃的。但你要把它好好的修成烧肉片也可以。对，那这个炒肉片我们也有卖，我个人觉得 CP 值蛮高的啦，因为我们都用很便宜的价格在卖这个地方。对，那这是炒肉片了。那我们拿一段比较尾段的地方来切油鸡，生的肉加生蛋这样。你喜欢吃油鸡哦？那我们油鸡就可以各种混搭，头段尾段我们都分一点。这样应该够多吧？太多对不对？贵的肉不嫌多啊。哦，你记住你说的话。
菲力的确是很软的，不过这个刀子的切感也太好了吧。这个是它的白二钢的切感，白二钢的切感不错。那我们要试试看它银山的切感，如果差很多怎么办？你跟老板讲，有差，对，有差一点。不过老板有跟我说他不确定他磨的怎么样，差太多了吧？我感差好多，没办法由奢入俭。等下打给他。他今天应该放假，我们要做 UG 的，我们先放一个碗里，因为我们要调味一下。那我可以给我猜。你要撒哦，你要撒什么？香油，你要哦好来，你不要抓我，你那么紧张哦，尽量，过来，哎呦，要这样啊，拌一下，盐，再来一点，好，他今天不是算客气，对啊，今天很客气，很配合大家，再加一点胡椒我来，谢谢。很周边的啦。这样就好了，把它拌一拌。你喜欢吃油鸡吗？还好，你喜欢香油、麻油的香味。先在这边把它拌一拌，来你吃一个看看。不够咸，不够咸。没有放在后面。这时候就想要来个法式吐司摆在上面。好了，我觉得这样够了。等下蛋黄下去就有蛋黄的风味，然后我们就来盛盘。切太多了，贵的肉不嫌多啊。但你有让它回温吗？没有啦。尽量用可以生食的鸡蛋，我们只取蛋黄。再给我一颗。哎呦，谁买的蛋啦？不是，这不是技术问题吧？再来一颗。是你买的蛋黄不够坚硬啊。好了，啊，找你。那今天就让你撒这个就好了。好，你真好客气哦。那人是会进步的。不要吧，我先不要。你扶着我的左手，我先我戳破蛋黄。我要戳破。哦，戳破，对。给你的。靠背，你只是要戳破它哦。没事，不要生女儿。谁要吃？哇！试试看，怎样？好吃吗？可以。最喜欢一点，带一点点酸味，跟以前吃的生肉都不一样，是不是？奢侈感都出来了。奢侈感太夸张。你觉得跟其他的肉比有差很多吗？我们之前也不是有吃一个也是 UG 的那个吗？是那个黄瓜条。以我的喜好，我觉得黄瓜条比较好吃。我也觉得黄瓜条比较有味道，这个就第一口会很惊艳，因为很软，很软。我觉得黄瓜条生肉比较厉害。那个很顶。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卖夏多布里昂，边边角角你没地方去啊。可是以单纯风味来说，它是好吃的，因为有个清澈感。不过那个清澈感也蛮清澈的。如果两个摆在一起，我绝对吃不出来。我觉得你单吃看看，风味反而比较出来。它的肉味比较出来。问题出在蛋黄，谁买的？关我屁事啊！你有没有跟我下楼？然后2颗还失败。这不是技术问题吧？我们要搬新的工作室了，那边会有更多的课程，跟不管是吃肉的课程、切肉的课程，或是玩什么东西的课程。如果各位干爹呢愿意就是摆东西在我们后面的话呢，对，让我们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对，大家要赞助我们厨具，赞助我们烤箱，就来信跟我们讨论，感谢大家。我们现在又到什么时间？又来了。那我们先烤这块是菲力的夏多布里昂的牛排，夏多布里昂。加多布里欧。趁这个时间，我们来烤一些头段。啊，你今天吃肉吃累了是不是？可以，哇，这瘦肉不能烤太久，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烤久一点。牛排，好啦，我们来吃蟹。这是头段，现在是由俭入奢，是不是？补奢到极奢。好，我今天晚上不小心看。那你今天晚上要看到什么？傻逼，好了没？你现在吃到这样子，然后你还可以想晚上可以吃什么？头段我觉得还好，不会踩啦，就不好，没什么味道。有啦，还是有奶味。应该说它太软，它不是踩，它是太软。
那小姐没有讲心得就跑了。很软。可是它不是入口即化，它就是整个散掉。如果你说它头短，就不是下豆不良的话，以这种软度，我觉得也蛮厉害的。哦，比你想象中的软。我以为会一米才才。不会不会，可是它就是很容易切的不漂亮。我们来吃一个，先吃一个下多不良的烧肉好了。你要吃下多不良烧肉吗？有啊。那老板娘要吃吗？说到这个哦，烤肉其实有蛮多种流派的，有一种流派是会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翻到一直不停的翻，一直不停的翻。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会把那个肉拉扯到，这肉可能可以，像这个不行啊，这个一拉就散，我就不敢乱翻，看就开始就要散了。好像菲力还是有看烤肉技术的。菲力很吃烤肉技术哦，也没有啦，菲力怎么弄都不会太难吃啊。要把菲力弄难吃，一定是个人才。而且菲力也常常被拿来当生肉使用。可以做假菲力啊。它就真菲力了，你假个屁啊！我们在讨论真菲力，知道吗？我们现在弄的就是真菲力，我切起来那个手感真的很妙。哎，先到旁边 rest， 那个手感真的很像怪怪的。切完牛腿之后，切什么都觉得很爽。这很难形容，就是很软嫩，风味很清澈。可是这个有风味，这是有风味的。夏多布里昂它真的就有一个专属的味道，它就像乐条啊、乐野、纽约客啊，这些都有个专属的味道。比干牙一个专属的味道，夏多布里昂也有，不用咬啊，直接放嘴巴，是不是很软？舒坦，很舒坦 ，Q 弹。舒坦，我听得舒坦。有客家腔的，你吃了你就知道了。哦，懂你意思了。它有个自己的味道，对不对？就像乐眼，你一吃到就是乐眼；比干牙吃到就是比干牙。他们有自己的那个专属的，对，就是风味就是不太一样，有一个自己的才会有的味道。自己的特色。对，就有一个口感，然后再一个风味。我可以懂为什么你会说只有那一段会特别拿出来的。你刚刚头段就没有这味道，分得出来。对，分得出来。可是你加了铁板牛油酱就没差了，黑胡椒牛油酱就没差了。你在偷臭？没有啊，没有啊，那还要先加小苏打，太夸张。很多人很无聊啊，说什么筷子一撕就可以开了，废话，这筷子一撕谁不开啊？它就这么松散的肉啊，我刚夹它就会开啦，一拉就会开啦，对吧？这就是它的特色啊。你还要吃哦？不行哦，就是你不能当美食 YouTuber 的原因。哎，这块比较深的你吃吃看，这块味道又不太一样。哦，那不一样。好像弄深一点比较好吃。这个烤肉跟油鸡，你觉得哪个好吃？油鸡哦，就是弄 tataki， 真的深一点比较好吃，风味会比较多，还没有感觉到它就吃下去。就吃下去了。对对对。现在切这个好了，我看一下哦。菲力就很直啊，其实也没什么好切的。谁那么会烤啊？我要勇敢一点，吃一块大块。你还要吃菲力当红豆丝吗？全都是。它可以啊，可以。对，真的、哦？可以。大口吃不错。哦，应该说很嫩，不是说很软，而且不会腻，所以吃到个等级的人才会懂。所以澳洲和牛肉偏有味道，澳洲牛肉的菲力超无聊，然后美牛有时候会偏无聊。澳和的有和牛基因、淡马牛基因的吃起来就不错。它这个自己的味道更明显，那个夏多布里昂的味道，可以大口吃，很爽，很贵。开心开心。那这样如果说以牛腿来说的话 ，CP 值很高。对，大口吃很爽。就不管怎样弄都不会太烂，有可能不能涮，因为涮了我觉得会散掉。因为我们刚刚在修清的时候，其实它外面那个有点散散的薄膜都拿掉之后，它就快不行了，就快要不成型了。好，我们先烤这个啦，这是尾段，翻一下。我们要依照之前的经验烤一下就好了。好啊，先放旁边 rest。好，我们来吃吃看尾段有没有夏多不一样的味道。头段确定没有了。我熟啦，我要吃小块的。是另一个味道，所以只有那一段是有那个味道的，夏多布里昂那一段。你这样子吃绝对分得出来。你这样子吃才分得出来啊！
就是你们跟我讲那么头中间尾段，没有同时吃，其实有时候没有感觉。就算他跟你讲夏多布里昂，你就只是觉得这个夏多布里昂是没味道的。就有时候觉得菲力无趣，有时候是吃后面。可是美牛跟澳洲牛肉还是偏无趣啦，当然头尾还是会差一点。它的夏多布里昂我觉得也是偏无趣，有淡马牛血统、和牛血统的才有办法有那个比较多的味道。我在想，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一块以我们吃的那么多肉来说是可以大量吃的一块肉，菲力还是有它的价值啊。夏多布里昂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对，明明是同一条肉，就中间那一段特别有味道。餐厅真的出夏多布里昂的话，其实它耗损会蛮多的，其他都只能当别的东西用，而不是做那个 UG 生吃还是好吃。其实头尾也蛮嫩的，你把它切成那样子带死小的粒状的话，拌热的饭，然后慢慢一点点焖熟的，那个也蛮好吃的。菲力的确是一个蛮万用的肉，也不会难修，就是一条，耗损比想象中少，了不起就拿去做汉堡。你跟人家说这是菲力的汉堡，的确还是菲力的味道啊。像我们一开始最早拍的星星肉也是，还是有点腿味，虽然它很软，可它一熟了之后就，还是菲力我觉得就还是比较好吃。我觉得很难去告诉你说你到底吃到的是不是夏多布里昂，除非你吃的够多，完全记忆在你的身体里面。可是我觉得，就算是给你夏多布里昂，如果他做的难吃，很难吃啊。黑胡椒酱一下去，哪管你是星星还是和尚头还是那个，都差不多啊。我觉得很难去复刻出这个味道，只能复刻出可能有尾段的味道，有机会。反正我酱都叫中了。如果大家对这块肉有兴趣的话，你在底下留言。其实我们有卖，只是我们没有把夏多布里昂特别拿出来卖。冷冻之后解冻之后，它的差异性会变得更小，就边边角角的，真的头尾段，我们拿去做炒肉片。对，所以我们给你们的几乎还是夏多布里昂，可是我没有在分，所以看自己的运气。如果大家对这块有兴趣的话呢，在底下资讯栏那边，那边可以买。大家想买刀子，资讯栏那边一样。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学怎么样修肉的话呢，欢迎参加我们的牛肉修切课程。理论上你会自己拿到一块肉，对，我们牛肉修切课程会有分，就是有单纯吃的，看我修，跟自己修然后自己吃，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说你修的方式有什么需要改。我那堂课就都在吃烤肉就对了，烤肉才是它的重点。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赖社群，里面有更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你有趣的问题。加入我们频道会员赞助我们，让我们拍出更多更有趣的影片。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抖内，最近流量被降到很惨。对，反正我们影片真的不好看，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